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从 7.3 降到 6.7， 草木人间遭遇口碑滑铁卢，吴京捧吴磊小赚一笔。清明档之后，内地市场热度放缓，最近制片方们开始忙活起新片定档了。单4月19日就来了3部影片，一部是日本奇幻喜剧《疯狂星期一》，一部是尔冬升监制的剧情片《年少日记》，还有一部是台湾现实题材影片，由张孝全主演的《童话世界》。另外，暑期档迎来了首部重磅影片，定档英皇影业重金打造的动作大片《海关战线》将于7月5日上映。卡司阵容有张学友、谢霆锋、吴镇宇、林嘉欣等。正在热映中的影片，在口碑和票房排行榜上有了一些变化，尤其《草木人间》开画之前口碑一片较好，可大规模公映之后却遭遇了口碑滑铁卢。《草木人间》豆瓣评分从 7.3 一路狂降到 6.7 分，很多观众纷纷表示或不对版，票房也没有预期那么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1. 票房2024年第14周4月1日至4月7日，内地票房报告如下：大盘共计轰下 11.67 亿，由于上周包含清明档，故环比第13周大涨了 102%。在新片冲击下，春节档各大热门影片除了《熊出没：逆转时空》之外，全部退出榜单排名。上周有4部新片上榜。包贝尔和李佳琦主演的喜剧片《大反派》榜单排名第7，单周收获1943万。与跨年档后的《动物园里有什么》所取得的1亿票房成绩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包贝尔的剩余价值渐渐被榨干，冯小刚所说的垃圾电影和垃圾观众学说也正在印证。如果再不来一部口碑佳作，恐怕要彻底失去仅有的粉丝观众了。我的建议是，包贝尔你不是沈腾，能高出镜，还能赚取高票房，应该和贾玲一样，暂别影视圈一段时间，不要跑综艺，不要接受媒体采访，潜心打磨剧本，哪怕用2年乃至5年时间，归来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。邓超目前走的路线就是这样的。排名第5的是冯绍峰和陶虹主演的《黄雀在后》，上周末累计总票房报收5524万，表现中规中矩。影片热度和票房都没有腾飞，与片方宣发有着莫大关系。在票务平台海报中直接剧透了悬疑谜底，这让观众如之奈何，缺少了反转时的豁然贯通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只想说一句，神一样的宣发。第14周前3甲位，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？哥斯拉大战金刚2和草木人间。宫崎骏人生最后一部动画作品，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？内地首周开画斩获 5.17 亿，夺得清明档票房冠军。此片有望和新海诚的《铃芽之旅》内地票房 8.07 亿一较高低。影片和宫崎骏其他高口碑作品有些出入，主要表现在内核有些隐塞难懂，以至于观影结束。还有很多剧情需要解读才能弄懂，这也是口碑两极化的主要原因。吴磊和蒋勤勤主演的《草木人间》首周末斩获6066万，战胜了《功夫熊猫4》，夺得了季军。在未能取得大规模排片的情况下，能有如此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截至发稿时，该片内地总票房拿到6661万，预测票房为 1.13 亿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此大规模的宣发，而票房却只有这么一点，显然与片方所期待的结果有些大相径庭。2. 或不对版。在类型片上，去年暑期档有一部非常特别的影片，令所有观众乃至电影从业人员都没有想到，那便是宁浩监制、申奥导演、张艺兴和金晨主演的《孤注一掷》。为啥说特别呢？因为题材非常新颖，电影在未上映之前，
短视频宣发首当其冲，一段时间内，观众想看指数直接飙升至榜1，该片直接标榜为全国首部反诈题材影片。上映之后，观众走进院线，直呼过瘾，口碑迅速发酵，直至波及整个社会，大家都在谈论电诈的危害性，更进一步吸引了边缘观影人群，最后票房大爆。孤注一掷总票房狂揽38.5亿，战胜了《消失的她》，成了暑期档冠军影片，同时让《封神》第一部八角笼中热烈，包括吴京的《巨齿鲨2》都望尘莫及。谁能想到这样一部现实题材影片能狂收38.5亿票房呢？无独有偶，《草木人间》来了。未上映之前，宣发同样非常给力，号称全国第一部反传销类型片。飞哥在未观影之前，曾给出此片预测票房会剑指5亿，可惜最终还是打脸，看走眼了。豆瓣从 7.3 狂降到 6.7， 就已经很好的说明问题了。用观众说的话，那就是货不对版。如果抱着想看孤注一掷想法的人群，一定会大失所望，因为电影的内核为文艺片属性，儿子救母亲，探讨生活的美好与苦难，正与片名《草木人间》一样，草木是草木，人间是人间，这样就形成了严重的割裂，前后和中间对不起来。尤其中间那部分，除了喊口号和过度煽情之外，并没有深入剖析这个特殊组织最为震撼人心的一面，主要还欠缺一个像王大陆这样的角色。喜欢看文艺片的江南画卷山水没看够，喜欢看商业片的特殊销售点到为止，这就造成了两边都不讨好，这样一来，评分下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口碑都滑铁卢了，票房还能好到哪去呢？所以这也是此片票房没有大爆的根本原因。3. 吴京捧吴磊。去年华表奖颁奖典礼后台，吴京向甄子丹和惠英红引荐吴磊，这是我儿子。这是吴京继易烊千玺之后，在公开场合夸赞的第2个青年演员，明眼人看得出来，吴京这是要捧吴磊啊。别看他们的姓氏一样，其实八竿子打不着。吴京对吴磊的欣赏，也就是单方面认可他而已。有消息传出，吴京的武侠剧《智刀》内定2位演员就是吴磊和易烊千玺。另外，《战狼3》也准备给吴磊安排一个角色。那《草木人间》与吴京有啥关系呢？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细心的影迷一定发现了，片尾字幕中出现了吴磊、蒋勤勤、陈建斌，还有吴京夫妇等天使投资人。啥叫天使投资人？其实这东西就是一种概念，在产品还未做出来之前，我先给你投钱，等有了收益之后再参与分成，也算是一种扶持项目吧。草木人间背后的制作发行方共有16家，大厂光线传媒是主要投资方，其余的都是导演顾晓自己的公司和吴京的登峰影业了。吴京自己没有参演，为何看中这个项目呢？这要从吴磊说起来了。草木人间的选角导演说过，电影启动的时候并没有多少资金，演员片酬更无从谈起。他们是先挖掘演员，再敲定投资方，最后拍摄出来。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陈建斌、蒋勤勤夫妇，本想还忽悠着啥，可陈建斌见到他们只说了一句话：春江水暖很棒，他们愿意投资并参与其中。随后他们又找到了吴磊的妈妈，双方都觉得剧本很棒，一拍即可。有了吴磊的加盟，关注度自然高了很多。后来剧本又被光线传媒看中，而光线传媒大佬都是吴京的朋友。吴京看到有吴磊出演，再了解到顾晓刚第1部作品制作过程，想到了当年不顾一切拍《战狼》时的经历。就这样，吴京成了此片天使投资人之一了。根据草木人间成片，飞哥预测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极低，约1000万左右。为何低呢？
因为主演都是自己的天使投资人。媒体采访蒋勤勤，问这部电影你拿多少片酬？蒋勤勤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：“10几辆普通私家车吧，按照20万一辆计算，差不多他的片酬也就200万。”吴磊作为青年演员，他的片酬不会超过100万，陈建斌更是零片酬出演。除去这些，大部分资金都用于群演、拍摄和后期制作费用了，特效方面也就用了一头大老虎而已，所以制作成本极低。但草木人间的宣发成本绝对不会低，预计会有2000万左右，主要用于跑电影节、物料宣发、短视频营销、院线贴片宣发和路演首映礼等。在王一博、黄景瑜的维和防暴队未定档之前，草木人间的短视频宣发仅次于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，排名第2，热度指数3904万。也就是说，草木人间的制作成本加上宣发成本，预计会有3000万左右。院线票房需要达到9000万才到回本线，而此片最终预测票房仅1亿。换句话说，吴京捧吴磊只能小赚一笔。如果能像孤注一掷那样，那吴京这次就赚翻了。虽然这次草木人间口碑有些滑铁卢，但顾小刚这种探索精神值得赞扬。如何平衡文艺片和商业片，一直都很头疼，就像万马才旦导演一座雪豹一样，屡获大奖，仍无法打破票房魔咒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